中国要对美国发起突然核打击，这一轮的标题党到底是不是《纽约时报》？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早上起来呢，看新闻看到了《环球时报》，就想看一看呢有没有什么好玩的、耸人听闻的消息。一般在《环球时报》上呢找的比较容易一点嘛。然后发现《环球时报》在谴责美国《纽约时报》网站上最近发的一篇文章。根据《环球时报》这个文章报道呢，说《纽约时报》也写篇文章，这个文章内容是美国军方2号人物约翰·海腾近日发出个警告，说中国正准备对美国发动出人意料的核攻击。这听着有点乱，到底谁说的？反正挺耸人听闻。就是关于中国的这个核力量，还有大国之间的这个核威慑呀，一般来讲是有2个常识的。第一个，政策上中国宣布了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第二个，我们节目里边也经常谈到，除非彻底没有政治成本，否则在核弹头数量不能够基本消除对方核反击能力的情况下，核武器的价值就在于让对方不敢主动发起核反击。如果自己先发制人使用了核武器，对方核反击还有足够弹头覆盖自个儿的人口聚居地，那么反而有可能让对手成为战争的赢家，或者说两方都是输家。那么海腾作为美军的第2号人物，以前和米利将军一起说过千万不要跟解放军开打，那么海腾怎么可能连这点军事基础知识都不知道？所以我第一反应，这到底是海腾说的、纽约时报说的，还是环球时报说的？那么老套路吧，找原文。环球时报这次比较厚道，就把纽约时报原文贴出来了。我一看呢，环球时报的翻译呢，貌似从语法上讲是没有什么问题，倒是纽约时报这个标题可能引起了一些歧义。那么环球时报翻译的是中国正准备对美国发动出人意料的核攻击，语法上没错呀，但是结合海腾整个讲话内容，都是在说中国新型的高超音速武器或者是轨道轰炸机它们的相关作战能力，所以翻译成中国即将具备发起对美国突然打击的能力更为妥当。因为这原文里边 could 这个词儿更多的是表示能够，而不是说将要。从这个角度理解海腾的话，那就完全解释得通了。我们甚至应该支持一下海腾，因为他把中国说的是越无法抵御，美国国内某些反华势力就会越怂。所以呢，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中国在战略打击力量的发展方面最近变得是越来越透明。比如说前几天中央电视台就高调展示了火箭军洲际弹道导弹部队在沙漠驻训的画面，而画面背后还故意暴露出了一个以前曾经被某专家称为风力发电机基座的那么一个建筑。你想想看，火箭军背后还是这么个建筑，意味着什么？既然国外这么关心这个建筑的作用，那我们今天就让你好好瞧瞧，我们修筑这些东西本来就是要用来威慑对手的，用来让对手害怕的东西就一定让对手看清楚，让对手知道。所以呢，以后我们的宣传舆论的思路啊，也要清醒一点了，别看见国外谈中国军力发展就骂国外是散布威胁论。如果人家恶意揣测中国的意图，说中国打算欺凌别的国家，这是中国威胁论。如果人家说的很客观，我们确实有这种能力，那咱们应该谢谢人家替我们打了一个了不起的战略广告。美国人说聪明的外交手段是什么？是手持大棒说话和气，其实说的很有道理。舆论宣传和外交措辞必须保持冷静和理性，威胁手段和惩处措施一定要坚决并且有力，让对手听得明白看得清楚才是自信，才是必要。好，关于美军第2号人物海腾将军的话应该如何理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